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几天霸占所有头条的伊朗战事升级，到底是怎么让全球油价像坐上火箭一样飙升，让澳洲股市 ASX 血流成河，还有为什么美元突然变得无比强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手里的澳币是不是又要被按在地上摩擦，面临新一轮的巨大压力了？这期内容我会把这些复杂的国家大事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们听，没有那些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保证就算你是理财小白也能听得明明白白。我会从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经历出发，帮你分析未来的走势，更会告诉你，在这场危机里，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抓住隐藏的赚钱机会。记住，一定要跟住我的思路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的结尾，我准备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重磅 bonus 要送给大家，这是一个能帮你锁定利润，避开下一次大跌的实操小技巧，错过了你绝对会拍大腿后悔的。说真的，前几天晚上我看到中东那边局势恶化的新闻推送时，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不是因为我懂多深奥的宏观经济，而是因为经历过这几年全球局势的起起伏伏，我太清楚了，这种地缘政治的火花一旦点燃，绝对不会只停留在电视画面上，它会直接烧到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里。我们先来聊聊最直观的油价急升，这几天你有开车去加油站吗？我前天刚去加满了1缸油，看住计价器上那个数字狂跳，我心里真的在滴血，我当时就站在车旁边想，这家的哪里是油啊，这家的分明是我的生活费，是我的社交预算，甚至是我想买好久却没舍得下手的那个包包。这就是政治影响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伊朗那边一打起来，全世界都在恐慌什么？怕石油运不出来。你想想，石油就是整个现代社会运作的血液啊，血液一旦供应不上或者变贵了，会发生什么事？我跟大家说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跨州物流运输生意的，昨天他打电话跟我大吐苦水，说这几天柴油价格一涨，他车队的运输成本直接飙升了一个档次。他无奈的跟我说，我不涨运费我就得破产，我涨了运费客户就得骂娘，最后这笔钱还是得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这种无力感就像是你看住自己的财富被一种隐形的力量慢慢抽走，你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种心理压力会让人变得焦虑、急躁，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辛勤工作的意义。但就在大家都在加油站看住油价骂骂咧咧，为生活成本焦虑的时候，其实聪明的资金已经在悄悄布局了。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的第一个走势分析。既然我们无法阻止油价上涨，为什么不让那些靠石油赚钱的公司来帮我们报销加油费呢？现在是2026年3月，随着霍尔木兹海来的航运几乎停摆，布兰特原油已经冲破了$90，甚至向$100挺进，市场上那些能源巨头的股价却在逆势狂飙，这就是普通人可以抓住的补偿性赚钱机会。与其被动承受物价压力，不如主动在能源板块做防御性配置。然而油价仅仅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引发的恐慌情绪就像海啸一样，直接拍向了我们的澳洲股市 ASX。当你这2天打开看盘软体，看到大盘指数像瀑布一样往下掉，那种强烈的窒息感真的会让人想要立刻清仓逃跑，这就是人性中最真实的损失厌恶心理。但我必须要在这里按住你的手，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跟住大众一起恐慌。我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痛心的真实案例，前几年市场也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大动荡。我有一个朋友平时投资很稳健，但在媒体天天铺天盖地报道经济危机、战事失控的时候，他崩溃了。他在一个最低点把手里优质的股票全部割肉清仓，他当时跟我说受不了这种每天亏钱的折磨，宁愿不赚钱也要换个能睡好觉的心安。结果没过多久，局势缓和，那些他卖掉的公司股价不仅涨了回来，甚至还创了新高。他现在每次跟我聊起这件事，肠子都悔青了。他不是输给了市场，而是输给了内心的恐惧。你要明白为什么中东打仗澳洲股市会跌，因为油价涨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膨。澳洲央行ARB本来就在观望是否降息，现在一看物价压不住，降息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甚至还可能继续维持高利率、房贷压力、生活压力、企业利润缩水，这些预期全都反映在了股价的跌幅里。但是换个角度想，每一次这种地缘政治引发的大跌，其实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不管好公司、坏公司，全都被泥沙俱下的抛售，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坑。当别人都在逃命的时候，如果你能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基本面强、现金流稳定的龙头企业，你会发现平时买不起的名牌货现在都在打折。这种心态的转变就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水岭。而就在我们股市大跌的时候，如果你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更奇特的现象，全世界都在跌，为什么美元却像打了鸡血一样狂飙？
而我们手里的澳币却被打压得抬不起头，面临新一轮的巨大压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你把全球的热钱想象成一群在草原上吃草的羊，平时风平浪静时，羊群分散在世界各地寻找最肥美的草，也就是追求高回报的投资。但是突然之间，远处传来了狼嚎，中东的导弹升空了，石油供应链断了，这群羊会怎么办？他们会疯狂地跑向那个最高大、最坚固、看起来最安全的羊圈里躲起来。而在当今这个金融世界，那个公认最坚固的羊圈就是美元。这就是避险情绪，当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资金就会疯狂涌入美国买国债换美元，因为大家都觉得不管外面怎么乱，手里握着美元心里最踏实，大家都去抢美元，美元自然就越来越贵。而澳洲作为一个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在这种全球动荡中往往被视为高风险货币，资金流出导致澳币贬值，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但你手里的购买力却在睡梦中被偷偷削减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在海外网站网购的东西变贵了，你订阅的软体服务费变高了。如果你最近打算换点美金出去旅游，你会发现换到的钱变少了，生活成本结结实实的增加了。这就是汇率变化在我们生活里留下的痕迹。面对强势美元和弱势澳币，我们能做什么？这就带出了我的另一个重要建议，也就是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既然美元现在是避风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适当配置一些美元资产，或者是去寻找那些在澳洲上市但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赚取美元的公司？因为当澳币跌，美元涨的时候，这些公司的利润换算回澳币就会大幅增加，这也是隐藏在危机中的一个小确幸，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心理补偿，让你在看住汇率下跌时不至于那么绝望。而聊到这里，我们已经看懂了油价的逻辑、股市的恐慌，还有美元的霸权。但面对这场在2026年春天突然升级，甚至连哈米尼都传出死讯，和姆兹海莱几乎被锁喉的极端战事，我们手里难道没有一张可以稳坐钓鱼台的王牌吗？当然有，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每逢战乱和动荡，总有一个东西会闪闪发光，成为所有人疯狂抢夺的保命符，那就是黄金。为什么我一定要在最后这部分聊黄金？因为这不仅仅是投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安全感。你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发生了极端情况，像是现在这种导弹在德黑兰上空乱飞，全球通讯网络甚至一度中断的时刻，你手里那些印着数字的纸，还有电脑荧幕上的虚拟数字，真的能让你睡得住觉吗？我有一个做珠宝生意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每当中东那边局势一紧，来他店里打听金条的人就明显变多。这不是因为这些人想靠炒金发大财，而是因为黄金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公认的终极货币，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因为哪个国家打仗就变成废纸。所以我的未来走势分析与投资建议是，在你的资产篮子里永远要给黄金留一个位置，不需要多，可能只是5%到10%，但这笔钱是你的保险费，当世界和平时它可能安安静静不动，但当像现在这样伊朗战事升级，全球恐慌蔓延时，它就是那个能帮你对冲掉股市亏损、对冲掉澳币贬值的守护神。这就是我常说的，投资不只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发生时，我们依然有选择的权利，依然能优雅的生活。好了，聊了这么多，从油价到股市，从美元到黄金，大家发现规律了吗？其实所有的政治动荡，所有的经济数据，背后折射出的都是人性的恐惧与贪婪。当你看到油价涨就想跟风囤油，看到股市跌就想割肉逃跑，看到美元强就想盲目换汇时，你其实已经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了。在这种大变局时代，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高超的操盘技术，而是一颗大心脏。你要知道，财富永远会从那些急躁的人手里流向那些冷静的人。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应对这场伊朗战事升级的生存指南。首先是能源配置，别只看着油价贵。现在布兰特原油正试图站稳每桶$100大关，而卡达天然气供应的缩减更让能源股成了避风港。去关注那些有分红能力的能源巨头，让他们帮你付油费。其次是优质捡漏 ，ASX 大跌不是末日，而是给冷静者的折扣，尤其是当大盘因为2026年初的通膨预期而回撤时，分批布局那些生活必需品或医疗保健等防御性板块。第三是货币多元化，别只守着澳币，美元在美联储推迟降息的背景下依然是强势的羊圈，适当分散资产可以让你对冲掉购买力下降的风险。第四是避险防御，手里留点黄金，
现在金价已经站上每盎司$5100，甚至向$6000挺进，那是你乱世中的底气，是跨越世纪的心理安慰。说到底，我们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追求的，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增长，而是一种掌控感，一种当导弹在世界另一端升空时，你依然能气定神闲地规划自己生活的权利。这需要长期的眼光，更需要克服那种看到新闻就想剁手的原始冲动。说真的，讲到这里，我还得补一句，有个前面没讲破，但对投资人超重要的底层逻辑。你以为现在眼前的动荡仅仅只是因为中东打仗或是几份冰冷的经济数据吗？其实，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从更宏观的环境心理学，甚至全球金融大周期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财富运行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我们正处在一个信用高度膨胀，但实体供应极度脆弱的时代交替期。过去那种随便买只股票就能躺着赚钱的好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在这个大洗牌的周期里，如果你的资产结构还是像一盘散沙，那你手里的钱注定会被市场的巨浪无情吞噬。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里教大家一套真正能穿越牛熊的核心与卫星资产布局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的资金盘子里必须有一块雷打不动的核心，这部分要死死锁定在那些能抵抗通膨、具有绝对稀缺性的硬资产上。前面我们提到了黄金，但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像白银，甚至是被称为现代工业命脉的铜，在未来几年的全球资源博弈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这些硬资产就是你财富水库里的定海神针，而你剩下的钱才是灵活的卫星，用来捕捉市场上那些因为恐慌而被错杀的优质企业，或是去赚取因为各国央行利率政策，比如我们紧盯的澳洲 OCR 变化而产生的短期汇率差价。卫星是用来进攻的，核心是用来保命的。这就像是排兵布阵，没有稳固的大后方，你怎么敢在前线冲锋陷阵？我见过太多人在市场里亏得血本无归，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这种立体的资产结构，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全仓杀进杀出，最后被自己的焦虑和恐惧反噬。当你把这套核心与卫星的布局法刻在脑子里，不管外面的导弹怎么飞，不管外汇市场的局势怎么上下震荡，你都不会再像一棵无根的草一样被市场情绪吹得东倒西歪。这才是一个人在这个财富大转移的时代里，真正能稳坐钓鱼台，甚至实现财富突围的终极底气。千万不要总是被每天碎片化的新闻牵住鼻子走，抬起头来看看这个时代的大势，布局好你的核心与卫星，你才能在这场残酷的财富保卫战中笑到最后。好了，现在我要兑现一开始的承诺，送给大家一个能在这种波动市中锁定利润，避开大跌的 bonus。这个小技巧叫做5%动态出场战术。如果你最近总是担心自己的账户会随着战事升级而归零，或者你手里已经有一部分获利的资产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跑，这个方法能救你的命。具体做法非常简单，就是设定一个5%的心理红线。当你买入一只股票或一个资产后，只要它的价格从你买入后的最高点回落了5%，不管你当时多么看好它，不管新闻里说未来前景多么辉煌，请立刻卖出一半甚至全部清仓。为什么是5%？因为在2026年这种剧烈波动的环境下，5%是个合理的呼吸空间，但如果跌破了5%，通常意味着这波涨势的趋势变了，或者市场提前嗅到了我们还不知道的坏消息，比如战事突然扩大到整个中东。这个动作能帮你做2件事，一是保住本金，让你大崩盘之前就已经安全撤离；二是消除焦虑，有了这个明确的纪律，你就再也不用每天盯着盘面纠结该不该卖了。这期内容我们聊得很深，但也希望大家听得很透。世界很乱，但我们的脚步不能乱。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心里最想问的一定是，既然你说了这么多大趋势，那具体到我手上的那几万、几十万块钱，到底哪一天买入，买哪一只标的才是最稳妥的？为了回应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专门整理了一份2026中东局势下全资产保值增值方案。这是我结合了最新的地缘政治数据与市场分析得出的具体操作策略。如果你想优先看到这份详细的投资方案，第一时间掌握那些可能转瞬即逝的进场点，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在那里我会更直白、更具体的拆解具体的操作细节，而且每个月的费用算下来比你请人喝一杯咖啡还要便宜，基本上就是为了筛选出真正想学习、想对自己财富负责的朋友。当然，如果你现在预算比较紧也没关系，我一向主张好东西要跟懂的人分享，只要这支影片下方的评论留言超过500个，我也会择期无条件在公开视频里把这套方案的核心逻辑公开出来。
所以想看的朋友赶紧在评论区刷起来，让我知道你们的渴望。最后我必须要严肃的提醒大家，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纯属个人的经验、观察与分析心得，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这并不是专业的财务建议。投资这件事从来没有绝对的稳赢，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风险永远是跟利润并存的。大家在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冷静的评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要为自己的钱包负责。那么在看完这期内容之后，面对现在这么乱的世界局势，你心里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是那狂飙的物价，还是看不清未来的股市？或者你对澳币的未来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大胆的说出你的观点，我会挑选有深度、有共鸣的留言一一回复。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方式，请一定要关注、点赞并开启小铃铛，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也请把这支影片转发给那个这2天正为账户缩水而焦虑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动荡中成长，守住我们应得的财富。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